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4年大机遇，全球将开启印钞机模式。所以希望粉丝家人们，不管你是2年之前 20K 以下跟我一起抄底 all in 比特币的，或者是 25K 坚定一起再做多，以及 26K 一起100叉彩票，或者是 50K 左右一起在100叉彩票的，做对的利润，希望大家尽量抱住，有可能比特币会再涨5至10倍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推崇可以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 OKX 邀请链接，合约现货交易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对应的这个是全球流动性指数啊，因为短期的这个全球流动性指数目前是在呈上升。那等下来聊一聊为什么有可能全球会开启印钞机模式，包括昨天晚上比较重要的那一组数据，美国出勤失业金人数公布的数值是不太好看啊，公布的数值是230K， 高于预测值的 227K， 那说明目前的经济是不景气，宏观是不太乐观的，这是不好的一面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经济不景气要用什么来治疗？有可能就是货币政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降息，或者是财政政策也是可以支持，比如说搞一些政府投资，或者是拉动经济，有可能就可以拉动整个就业环境。但是这些都需要什么 money 啊 money 要从哪里来？那就是印钱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，包括2021年当时 69K 以及这个 65K 的高点也是给大家逃过几波，后面跌了1年，从这个位置开始我是非常的兴奋，因为10几年的交易经验知道，主力如果要在底部买到便宜的筹码，他就要借助一大堆的利空。当时比特币在2022年的时候跌了1年的时间，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这一条黄色的线，它就是全球流动性的指数，包括这条红色的线是100的 EMA 均线哦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有一个阴谋论，有可能就是在高点的位置，当时从这个位置开始，有可能预计美联储要开始加息，主力不肯拉，他为了更多的筹码就借助利空。那在利空的环境下，大部分人在悲观的情况下，往往有可能历史的经验10几年过来了，一个主力要买到一种商品，大部分的筹码他就要借助利空，甚至借助一些黑天鹅事件，才能在底部的位置买到很多的筹码。等到真正利好来的时候，或者是现在是要开始降息，要开始全球资金泛滥，这一个反正短期的这一个流动性指数目前是在呈上升的结构。因为历史的经验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只要这一个流动性指数黄金交叉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已经是2年左右啊，都没有看到这个流动性指数黄金交叉这个100的均线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2019年当时这个位置疫情爆发以后，这个流动性指数全球开启印钞的模式，美联储当时是记得好像整个资产负债表是4万亿美元，好像是扩大到接近最高峰的时候，我现在是忘记了数字对不对，好像是扩大到9万亿美元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位置大约，如果是从最低点是4000美金附近，那我们从这个位置计算啊，大约是6000美金的比特币涨到69000的比特币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什么时候有看到这个随随便便黄金交叉，或者是随随便便10万交叉，可能时间都是非常长的周期，间隔了4年左右才有一次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包括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也是这个底部，是不是在下跌的市场主力才有可能买到充分的筹码？你等到后面的一些比如说流动性要开始呈上升的结构，或者是美国那边是不是在降息，可能已经迟了，早就已经涨了一大波。后面比特币是在2017年左右这个位置创出了接近历史新高，也是过程中有一些洗盘，动不动可能都是
30%到40%的一个下跌。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全球的流动性指数，整个全球都在开启印钞机的模式。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涨到顶部的位置，也是涨了不知道多少倍啊。这边是在$800附近，然后顶部的位置是在接近2万美金啊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，就是现在的比特币9月19号有可能这一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。既然美国要开始降息，就代表或者是印钞机已经开始要慢慢的印钞。那让你选择，你是要选择法币啊，还是要选择全球最顶尖的资产？然后我们来跟踪一下比特币链上金鱼的数据，可以观察一下日线的这张图表。昨天价格也是涨的，不过短期有可能目前这个位置还是在盘整哦，你也要留意一下，因为持有100枚以上的主力金鱼，现在感觉又在卖出，然后持有10枚到100枚的金鱼钱包又是在买入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他们还是在自买，也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盘整。或者我们观察一下日线提了几天的一个压力位，大约是在 60K 附近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60K 附近前面的这一根蜡烛的高点是一个压力区，以及这个位置当时也是有几根盘整的压力是在这个位置。不过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之前啊，就是 60K 下方有可能都是陷阱的一个位置，这个区间跟这个区间它有一个重叠的质押转换位置。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更早之前的在2024年4月份的几个低点，这边当时是挖坑嘛，来到 57K 附近，后面价格也是涨的，所以有可能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这个 60K 的位置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阻力位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图表，这个头肩底的形态现在算是突破了吗？你可以把颈线移到这个位置哦，或者是也可以移到这个 58.5K 附近，也算是一个超短线的压力位哦。有可能这个位置还算是一个盘整区哦，我们尽量观察。不过整个中长线还是看高一点嘛，我的观点是应该还是会涨的，因为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这个十头线，目前价格是全部站在这个十头线上方，而不同于之前的价格是在十头线下方，那有可能趋势短期有可能盘一盘它就会再下跌。但是从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提醒，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黑天鹅支撑线，现在是支撑住。那我的观点，价格既然是在这个十头线上方，有可能盘整，整个中线还是会继续上涨啊。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为什么又在盘整，4个小时144的 Vegas 指标通道，目前这个位置是有一点阻力啊，不过也有可能趋势是向上的结构下，因为3个低点已经形成一个上升趋势。那下降的趋势在前几天跟大家提醒，这边突破有压回来，它可能是在确认趋势是否有效突破。一般教科书上面的一些理论也是这样子嘛，比如一个下降的趋势在突破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回撤，就像这个位置回撤。那现在涨上来的话，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这个 58.5K 能不能过，还有一个阻力位就是576跟676的通道，如果这个位置都站上，一些空方的朋友就不宜再看空比特币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